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佛系女神李沁，她的假面人生遮住了谁的眼眸？11月1日，由任嘉伦和李沁主演的新剧《请君》最新片场路透有被推向了热搜，引发粉丝喊话，两人 CP 感十足。当然，面对俊男美女，似乎只要是同框，都显得十分登对。说起李沁，虽然一直以当红小花的名头屹立在娱乐圈，但她自身的话题感还是挺强的，在她身上包揽了众多标签，其中就有佛系女神、国民女神、万年不红。李沁祖籍苏州，典型的江南女生长相，细致精巧，学昆曲出身，气质挺拔，气韵清冷，借此被坊间誉为国民女神。她的佛系称号是来源于出道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都是以作品和实力在证明自己，几乎很少利用捆绑 CP 进行炒作。关于她的黑料也少之又少，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中，能够做到如此出淤泥而不染，确实挺佛系的。至于万年不红这个标签，本身就属于一个伪命题。李沁自身在娱乐圈的咖位也并不低，虽说没有真正意义上大红大紫过，但她的平稳发展已经胜过许多二线明星。当然，李沁本身的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，按理说，以她这些年出演的作品以及所积累的口碑和人气，想要大爆一次是非常容易的。但为何迟迟不见她发出耀眼的光芒？从李沁的星途轨道来看，就能从中看出她没有大红的关键因素。这个事实也许连粉丝都不愿意接受。众所周知，想要跃进一线明星战队，首要必备的因素至少有5个。首先是颜值，李沁的颜值是毋庸置疑的，江南烟雨中的姑娘，皮香极美，骨香也是非常的优秀。一对古典的开扇双眼皮，外字点略微高于内字点，眼型平缓，搭配疏远的淡眉，是眉清目秀的大家闺秀样。鼻头圆润并且没露出骨感，脸型圆润中带有放松感，端庄清秀。当然，她身上所兼备的品相，可能是因为从小学习昆曲有关，举手投足间有种古典女子的雅致。不过，娱乐圈向来都是女神的聚集地，因此李沁的颜值放在娱乐圈中，只能算是中上水平吧。当然，拥有这样的颜值，也算有爆红的潜质了。再者就是演技，这也是一直以来粉丝都不愿意接受的现实。李沁自2008年出道以来，加上被积压的影视作品，至今所出演的作品至少也有40部左右。如果用心电图去诠释李沁的演技，那就应该是起伏且波动的。早期的她演技处于萌芽阶段，后来在多部作品的历练下，演技也有了质一般的跨越，但最近几年她的演技明显下滑了不少。比如《温暖的抱抱》这部电影中，李沁将偶像的包袱感过度浓化，彰显出一丝做作。里面有一段男主角为了不拖累女主，故意说讨厌李沁，不愿意再见她之类的话，李沁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，让不少观众尴尬到脚趾头都要把鞋子抠破了。里面的假唱连口型都对不好，看得让观众和男主一样强迫症要犯了。还有他的台词，总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在念稿子的时候加了一点感情进去，具体可以参考一下《璀璨人生》里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与养母在桥上那一段戏，养母的台词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就念出来了，但李沁在每一句话因为是哭戏嘛开头的那一部分，你都能听出一种和前一句的割裂感。这部影片它的定位是一个热爱音乐有才华的普通女生，但是看电影的每时每刻都在感觉她表现的自己是女神。我很美，我唱歌美，喝醉酒美，哭美，侧面美，各种美，没有丑的，或者说作为普通女生的一面，
不过这部影片本身也不接地气，不现实。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很多年前，他的《千金归来》和《璀璨人生》里就显现出来了。一是台词刻意，二是表演刻板，三是面部表情管理。总结：李沁最近几年，无论出演什么样的角色，虽然谈不上出戏，但很难让观众从他身上入戏。再者是资源，李沁没有作品在线时，团队通稿一向都出的不多。因此，也导致他在明面上的热度和曝光就显得很一般。但实际上，李沁从来就不缺热度，也是圈内资源极其丰富的演员。如果有关注他星途轨道的朋友，相信就可以发现，自他出道以来，无论是偶像剧、家庭剧、悬疑剧，还是大 IP 正剧，李沁都有涉及过。可以说，现在的李沁戏路非常广。但同时，这也是他的缺点。毕竟，如果实力不允许承载那么多，便会出现分化的效应。尤其是当他签给龚玉涵后，无论是影视资源，还是相关代言的资源，都远比之前进阶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并且，在资源的舍去之间，以李沁现在的咖位，已经有了绝对的话语权，在圈内的人脉网也不容小视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他的吸粉能力一直不太好，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爆红的其中原因之一。但他现在也学会了自我营销，会设计诸多的网络流行梗，然后交付给他的团队去策划和输出。总结：谈及知名度，李沁虽远不及迪丽热巴，但在资源上却远超热巴。或许有些东西真的是命中注定。然后是公关营销，上面有说到，李沁因不爱炒作，被誉为佛系女神。其实不是不炒作，是没有观众缘。当年我们相爱吧、楚乔传等，没少炒作，观众看到的通稿真的不少。他就是没有观众缘，他的资源也是逆天的。早年和李易峰、杨洋、窦骁都合作过。不仅如此，和李沁炒过绯闻和 CP 的通稿也不少，其中就包括黄景瑜、杨洋、林宇深、明道、王一博、邓伦、魏大勋、王大陆都对他爱而不得。由于现在是粉丝横行的时代，无论是明星还是他们背后的公关团队，都十分了解粉丝的心理。可以说，男女明星相互的一个动作、一个行为、一个眼神，都能掀起舆论的腥风血雨。近年来，明星们为了宣传新作品，利用剧中的男女主角的亲密剧照进行 CP 捆绑炒作，也屡见不鲜。但从表面上看去，这些所谓的 CP 炒作似乎都那么顺其自然，好像都和明星本尊并无瓜葛。所以，当这些炒作散去之后，他们依旧是人淡如菊的清清白白的清高人设。然而，李沁也可以说是人如淡菊这个成语里面的翘楚之一。李沁和黄景瑜一起合作，在一起爱上特种兵这2部剧时，就曾在 CP 上疯狂营业，各种亲密的互动和画面层出不穷，甚至还互换了微博头像。当这2部剧播出之后，网上也一度充斥着2人相关的炒作，千万不要说这是被迫营业。在《天天向上》综艺中，相信李沁和王一博的互动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尤其是当中李沁突然用水袖撩王一博，用水袖迷倒王一博，酷盖都忍不住害羞了。要知道，对于明星而言，这些细微的互动足够引起双方粉丝开启营业模式了。还有就是李易峰和李沁的事，这2人早在多年前就曾传出过相关绯闻，虽然一直以来双方都不曾回应过，但有一次2人同台时，就只是因为2人的距离，就掀起了一场避嫌舆论风波。其次，当年林深和李沁的事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吧。当初林深探班李沁，2人亲密牵手的消息和画面也充斥在网络上。由于事件的发酵，林深还被迫发出自己已婚的声明，
以此来自证清白。然后是在2016年，在《我们相爱吧》第2季为大勋搭档李沁作为嘉宾，组成假想情侣，进行假想情侣生活。俩人在水下有一段拥吻戏，当时双方的粉丝都炸锅了。还有何明道，当时两人一同参加了某发布会，两人在现场的拥吻也算是轰动一时，并且当时的李沁还没有和金世佳分手。还有和邓伦，相信大家都曾听过，早前李沁曾深夜探班邓伦，并且关于两人的相关绯闻，网上一搜一大把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还有个王大陆，两人在参加快本的时候，为了宣传新剧，在某游戏环节，王大陆从背后抱住了李沁，第二天和两人相关的 CP 炒作就被双方的粉丝顶上了热搜榜。总之，李沁身上的炒作真不少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这些营销炒作发生在她身上后，依旧还能成为观众心中的佛系女神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细雨无声，胜有声吧。总结，在公关营销和 CP 炒作方面，前期的李沁的确十分佛系，但自打李沁换公司后，已经明显炒话题、买营销了。当然，在粉丝看来，这也是一个好兆头。在如今这个社会，不会营销自己，早晚的社死。最后就是运气成分了。俗话说，3分靠运气，7分靠打拼。像杨超越这些不曾有任何作品的新人，都能够获得长达1年之久的高光时刻，所以李沁也算是败给了这3分的运气。当然，李沁无论是从颜值、演技、公关营销、影视资源来说，都十分不错，也很努力。按理说这样的她不红都没有天理，但细细品来，她似乎也没有必火的因素存在。